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出宫啊？宫门还有一会儿才下月呢，你头回入宫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我听闻那个苏尚仪甚是严厉，连板子都用上了。喏，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，以备万一。你别入唐宫把自己给弄伤了，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。严玲，抱歉，我又胡说了。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，但你为我做的越多，我就越愧疚。我只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。宁宁，你莫要说这些了，我发誓我再也不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了。你莫要恼我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谢先生今日跟我说了一件你的事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问我有没有教过你什么法子，让你拿一本假的账册去整治府里不听话的下人。我一想，无缘无故的应该不会问到我头上，且不是什么坏事，我就认下了。我便是知道你会替我圆谎，才推到你身上的，只是不想那日谢少师进去了我家中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教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我的宁宁有秘密喽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人总会长大，我也会变的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对你好。你答应我，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只要你想说，我都要做全天下第一个知道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姚姐姐，我就随口提到了一句刑部，你怎么就哭了？好了，这是在宫里，若是给人听见了，传扬出去，可就不好了。姚姐姐，咱们都是好姐妹，你若有什么难处，便说出来，咱们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呀。我是听宝英妹妹说到刑部，便不由得想起了那张遮，所以才哭的。他一个7品的刑科给事中，怎么配得上我？就是那个得罪了新武卫的张遮，姐姐竟然同他在一起。此人并非正经科举出身，乃是白申利考上来才进了朝廷当了官的。家中只有一个粗鄙寡母，原本是父亲看中他，说他官品虽不高，但胜在有贤能，前程无量，所以我才同意父亲去张家议亲。可现在呢，他开罪了新武卫，连圣上都触怒了。我想退亲，但父亲却不同意。薛姐姐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可亲事已在意了，更帖也换过了，所以我才难过呀。若要退亲，难免让人家说我姚府势利。如今不敢不尬，是嫁也不好，不嫁也不好。况且那张遮先前已经议过2门亲了，一个跟人私定终身退婚了，一个还没过门，人就死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攀附上我姚府门楣，必不肯主动退亲的。我父亲乃是当朝1品大员，我堂堂世家嫡女，怎能嫁给这种人？我看啊，姚姐姐的心思未免也太死了些。天底下大路那么多条，办法那么多种，何必一定要那姓张的退亲？贵府先退又有何妨？只要找对理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呀。你有法子？若真如姚姐姐刚才所言，这张遮议亲过2回都没成，可见是个命里无期的，且第2门亲事还没成，人就死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不就是命硬克妻吗？可是他那未婚妻从小体弱多病，乃是风寒病逝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需将张遮克妻是天煞孤星之命，谁嫁给他谁不得好死的消息放出去，我看哪个敢说你姚府退婚不好。即便令尊大人惜才，可若这种话听多了，又怎能不疼惜自己的女儿？还有，他如今与朝野之上本就寸步难行，若得罪了姚家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若他真是个不识好歹之人，就凭姚姐姐你的本事，还怕治不住他了？看什么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！尤二姑娘，还请移步，我有话同你说。
有什么话你就便说吧。江雪宁，这可是在宫里，你别太放肆了。别过来！我怎么？我欺负你，要告状是吗？可我有长公主，有着户部实权的父亲，你有什么？闺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，就要撺掇着坏人清平名誉，毁人终身大事。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，长大怎生得了？这传出去啊，怕是没人敢娶。姚姑娘，你说是吧？我乏了，先睡了。江雪宁，你这疯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大人，本宫有话要同你说。后宫妃嫔不得私见外臣，且娘娘之请，恕张某难从命。大人要看着我死吗？薛叔背后有整个薛氏，从不满足于皇贵妃之位。他早就盯准了后位，且他如今又有了身孕。若是连周盈之也被扳倒，那我在前朝后宫便会彻底失势。到时候，我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去随逆党作乱，半路劫杀。你宁可折了腿也要护着我。郊外破庙，我藏在荒草丛里，你却甘冒奇险去将他们引开。长者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？娘娘是一国之母，张哲是一朝之臣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遇难遇险，以命换娘娘无虞，皆是分内之事。但周盈之党羽一案本是国事，一朝兴衰皆系于此，恕张某不敢寻死。只是分内之事吗？若娘娘觉得臣昔日相救之举，实有僭越之心，臣愿理其法。我知道张大人眼里不如沙子，我亦不想求张大人饶他们一世，但请大人高抬贵手，助我渡过此难关。他日我必将周盈之一党的罪行一一呈至大人案前，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可好？长哲，你帮帮我，这次过后我就做个好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罪臣张哲徇私枉法，依罪秋后处斩。其五位指挥使周寅之举报有功官复原职，赏银1000两，钦此。世上为何会有你这样傻的人？念强，哎，属下周盈之，见过国公。你就是周盈之？是。看起来年轻有为，像是个有出息的样子。本宫听说这几日你和燕陵走得很近，看得不错啊。国公您实在是谬赞了。
周英之身为新武卫的人，自当为您效力的。周大人，上次安排的事办得如何了？这件事儿还望国公恕罪。属下虽然想法子见过侯府几次，可是侯爷那书房外有重兵巡视，想要窃出笔记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还有那印信，侯爷藏得更加隐秘，我这着实是有点……本宫不喜欢找理由的人，凡事只问个结果。新武卫中不差你一个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去吧。是。摸一下，摸着倒是还行。2日之后，你去一趟东市万来会馆，那里是由商帮设立的，专供外地商人留宿谈生意之地。到时候会有一个叫许文义的商人卖一批生丝，你拿着这笔钱买下他的货，不久便能得价数倍。掌柜的，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许文义的商人？许文义，那个就是。您行行好，好不好？您行行好，咱们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。我带来的这一批都是蚕农辛苦了1年的心血呀。许岁是你说有多少要多少，我们才借了印子钱去养更多的蚕呢。现在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那让我们可怎么办呢？王老板，这徐老弟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今年生丝的价格是一跌再跌，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底。我们东家已经决定不收丝了，你就别再为难我了啊！王老板。您就是许老板。哦，我要买丝。哎呀，这是400两，您请收好。啊，至于那批生丝，暂且放在您的货仓里，可好？姑娘这400两，实是解了我与蚕农们的燃眉之急。可是姑娘，如今世上生丝价格这样低，且看行情，说不准还要继续跌。你囤了这许多在手里，当真不怕亏了吗？若是卖不出去，明年说不准就要生虫发霉了。不会，东家说了，4会长，我信他。既然苏尚仪这条路已走不通，再装下去也不过是自讨苦吃。罢了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能将花心朝向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，果然是蕙质兰心。今日制香，江姑娘该是第一。哼，能不周全吗？当初可没少因为这点细节被你虐待。王老先生，谢某已将考题誊抄了6份，还请先生过目。哎呀，谢少师客气了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一帮小女娃子读书，这考教嘛，就是走走样子。您呐，别太当真。我记得谢少师之前说过，此番出的考题都颇为简单。若是圣上知晓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敷衍，查验不出这半读的学识啊？一个公主非要闹着读书，这圣上他也没有办法。按道理说呢，一个女孩子家在家听父母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读《孝经》《女诫》也就罢了，非要搞出这么大阵仗来。
是啊。礼仪教习便暂且结束，还请各位姑娘准备下午的文事。若是学时过不去的，也一样会被逐出宫去。是。哎呀，惨了！昨夜本来想再背背书的，结果一拿起书本我就睡着了。这下午可怎么办呀？江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乃是有识之人。听闻你父亲与谢少师相熟，不知谢少师有否指点过你课业？你看啊，可否小小的透露一下，谢少师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阅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？这几个人没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倘若他们能答得好些，岂不更映衬了我不学无术，不堪为伴读？既然你问了，我少不得要说两句。这谢少师学识渊博，考教我们的却不会太难。这儒文20篇是一定要看的，尤其是第3篇和第6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谢少师很是青睐端正字体。这答卷答得再好，字体若不工整清晰，在他那边也是要被出落的。谁带了儒文20篇的？快借我看看。宝英妹妹，你带了吗？我没带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字写的不好，真的要被出落吗？宝英妹妹，你莫要听她胡说。江雪宁只怕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像谢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岂是她能懂的？咱们只等着下午看他笑话吧。江二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有事找我？昨夜的事，姚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，我都是当面直说。背后重伤传人小话这种事，我是不干的，自然也无需担心我回头到处乱讲。我自问与你无怨无仇，可昨夜你的反应似乎也太过激了些。江二姑娘，敢问你与那张遮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过是为张大人打抱不平一番，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。若真有什么，可是又要被你拿来当做退婚的理由。你若真与他没什么，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？张遮大人一生清正，素有贤名，乃是君子。雪宁只是一个小人，岂敢与他有瓜葛？只是待君子，便要以君子之道。世人趋利避害，姚小姐觉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想要退了无可厚非。可有些事若做过了，便不大好。既要退婚，又想着对自己全无损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如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若等真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要配这样一门婚，只怕做的未必比我好看。若我是姚小姐，遇上这样一门好亲事，我高高兴兴嫁了都来不及，何必要退？便是我要退，也不会将脏水泼在无辜之人身上，索性就大大方方和张家说了。若是我铁了心不想背着势力的骂名，还想要退婚，那不如按兵不动，在家等着便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知道什么？马上就要考教了，你与其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多读点书。多谢先生相助，二叔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大姑娘学识过人，本不必如此。只是国公啊，对您伴读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才让老朽行此保险之举。不过这次考试是谢少师亲自出的题目，题目中策论居多。儒文20篇，您要是带着的话，不妨再拿出来仔细读读。还真是儒文20篇。大姑娘，你……哦，无妨，多谢老先生了。啊，哪里哪里。
诸位请坐。文试这边开始。考试时间为1个时辰，时限之内，请诸位认真答题。果然与上一次的试题相差无几。儒文第3篇，这不是肃静，还不赶紧作答？等等，谢少师，怎么了？往后若非是疾风狂雨烈日，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。是。动笔吧。什么开窗？分明是怀疑我要趁案作弊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小人之心。看我这次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。我们的誓约，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看一眼潮起，等待冬季，慢慢留住回忆，忘了四季，没有了你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时辰已到，各位停止答卷。2位先生，可要一起评议？啊，不必了，由少师大人决断即可。到我了，糟了，难不成要下猛了？他怎么一直瞪着我？不会除了赶我出宫，还要再找我麻烦吧？江姑娘，我怎么觉得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好像格外长啊，而且他好像在瞪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有眼疾。啊？方才答卷我已阅过，评议的结果也已出来。定国公府薛书，上等；尧上书府姚熙，中上。谢过少师。坊间政府方妙，卷是中等，不过胜在一手好字，写得工整认真，看得出有向学之心，亦可留。谢过少师。由岳与周宝英，往后还得勤勉学习，此番亦可留。是。至于江侍郎府江雪宁，卷是上等。谢先生指点，臣女回家后必定会可留。怎么可能？看看我们家二姑娘高兴的昏了头，连话都开始瞎说了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，更别说是当谢薇的学生了，那简直是找死。谢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学生自知学识不佳，却被评为了上佳，
只怕评为中下的人心中茫然，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，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。你这是在质疑谢某不公？学生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谢某就将各位的答卷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先生，宝英的确学识不佳，宝英认的。是啊，细细剖开来讲，这与当众鞭尸有何区别？江雪宁，你一贯掐尖要强，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，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？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，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是江姑娘一人不解喽。我等心服口服，以得先生指点，不敢再有劳烦。如此便好。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，谢某可为你单独解惑。倒也不必了。治学不可不严谨，既为人师，当为你解惑。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，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诸位先回府准备2日，此后便正式入宫伴读。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，为期半年进行教习，还望各位勤勉学业，莫要辜负我等心血。回去吧，我与2位先生还有事要议。是。天哪，我居然过了！而且谢先生一点也不像爹爹说的那么严肃，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，都怪爹爹吓唬。那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，吓死人都是轻的。我父亲说，谢先生为人处事皆挑不出毛病，他在治学一事上是从不马虎的，还说若我能学着点皮毛，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。这可都要感谢江二姑娘这位大善人，若没有你的指点，我必是被出落的命了。江姑娘果然不是常人，倒像是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，从题目到谢先生的喜好，竟是半点不差。谁知道你背地里又做了什么？别的人倒也罢了，可谢先生明月清风，品行高洁，满朝上下谁人不知？这样的圣人岂会将你放在眼里？别做梦了。你也觉得谢微是好人？谁不知道谢先生是好人？他在朝为官不结朋党，治学用心又一贯清廉，对圣上忠心耿耿，这如何不是好人？此时此刻的谢微，根本还跟反贼2字扯不上任何关系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好人，敬他，重他，唯有我如此表现，不正暴露了我知道的比旁人更多吗？你怎么啦？我要回去找谢先生。方姑娘，若2刻之后我还未回来，请你一定要来凤城殿救我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山上有猎人布下的陷阱，附近一定有村子，我们很快就能走出去了。你醒醒啊，你不能死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从前听大夫说，你这样子是寒邪入体，唯有喂血才能救你。你倒好，竟然不识好歹！是为你服了！
双眼泛红，身起红斑，神思不宁，嗜血失控。这是离魂症。黎民百姓是人，九五至尊是人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全部杀光！杀！我好了，我想知道片刻。谁为几次试探警告我，一部分是为燕灵，却也是为当年之事。他有离魂症，一遇雪天就会变得嗜血失控。他所谓的大逆不道之言，也与皇帝有关。不管谢薇还藏着什么秘密，在这皇宫之中，他想趁机除了我，实在太容易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唯有兵行险招，才能博得生机。少师大人明知我不愿入宫，为何将我留下？宁儿姑娘不装了？雪宁自知学识浅薄，答卷也不过是一通乱写，却能得你上家之评留在宫中。我思前想后，唯有一个解释：你是在怀疑我未曾忘却当年上京之事，怕我泄露出去，所以将我留在身边，仔细监视，稍有异动便即刻下手。我说的可对？既来找我，答案已显。谢某不想让当年之事被人所知，不假。不过，仅凭姑娘，还不足为惧。不过，谢某倒有一事，想问问宁儿姑娘，你与燕灵，到底是何关系？他是我的挚友，是京中待我最好的人。仅是如此？少师何意？京中盛传你跟燕灵二人情深意笃，结言燕世子冠礼之后便要迎娶姑娘的。雪宁说了，燕灵是我的挚友，情深不假，不过并非男女之情。宁儿姑娘的卷子果然与常人不同啊！谢某不才，发现宁儿姑娘确实读了不少书。这一句出自《留侯论》，而这一句出自《战国策》。这些东西可不是寻常闺中姑娘会读的书。这些年也并未听说你潜心向学，那为何现在却又如此雷藏？要不是谢某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事，只怕要以为宁儿姑娘是重活一世之人了。雪宁的确有藏拙之心，不过却是为了远离宫中，远离朝氏纷争。雪宁恳请先生放学生出宫。别白费力气了。一则，前几日令尊已托谢某在宫中好好照顾宁儿姑娘；二则，燕灵也请谢某多帮帮宁儿姑娘；三则嘛，所谓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还不曾听说吗？这入宫伴读的名单，虽是由礼部核选，但最终还是得交到谢某手上才能发出去。你的名字在谢某这儿早就已经勾过一遍了，为的就是让你入宫，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离开呢？让我入宫，居然还有你一份！原来不是谁要搞我，而是谁都要搞我。与其将你放在宫外，不如将你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好好看着。你这么不愿入宫，是怕我杀你灭口？谢先生，雪宁只是一介闺阁女流，在朝中既无势力，更无野心，
于您而言，我不过是一只略施手段便可捏死的小小蝼蚁。若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背后告发加害先生之意，先生愿信吗？若你是我，你会信吗？我不敢信。所以，若你是我，这个人，除还是不除？可是先生，我不想死。对我来说，你不是危险，真正的威胁是，我不敢信你，却想要信你。我谢某不是不记恩的人，不想对救命恩人动手，但重要的是，你听不听话？灵儿，你试过心怀着一个秘密，却不能对任何人提起，锦衣夜行，重宝加身，格外孤寂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有你在宫中伴读，这宫中的生活也算是变得有趣些了吧？可我不想啊。你所掩藏的，正是我想看清的。所以江雪宁，这半年半读，还请你像个寻常闺秀一样，在我眼皮子底下乖乖待着，不要随意招惹燕灵，更不要做出有碍永义侯府之事。不要逼我，也不要惹我生气，否则……豺狼没必要欺骗蝼蚁，眼下死里逃生，也算是被我躲过一劫。半年，避无可避，唯有见招拆招了。真想不到你射箭也有两下子。哎呦，我差人去衙门替你告假，今晚你我好好喝两杯。哎，世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明天我要邀请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姑娘。说起来，你们两个还是故人，我带你见见。不会是江侍郎家的二姑娘吧？没错，就是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姑娘可是全天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。哎，走。燕灵怎会跟新武卫在一起？是属下失察，即刻便去查清。老爷夫人，二姑娘回来了。林丫头回来了。林丫头，回来了啊！这2日在宫中过得可好？嗯。消息早早就传回府中来了。我们宁丫头真能干，顺顺利利便通过了考教。恭喜宁妹妹。原以为以你的能力是不能过的，没想到你竟能留下。我就在想，到底这次是运气，还是有高人相助呢？是啊，在母亲眼里，我不就是不学无术吗？过了，那一定是背后有鬼。难道不是吗？当日你无端端出现在那个名单上，而不是你姐姐，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。后来我一想，必然是燕世子在帮你的忙，恐怕这一次也不例外吧。母亲说是就是吧？你这么说就是承认了，就承认了你抢夺了你姐姐的机会。要是你姐姐进宫，如今在宫中听讲的都是天皇贵胄、世家才俊，你姐姐肯定能觅一个好良缘，要做个王妃也是有可能的。可相反看你顽劣脾性，
尽是惹事。莫说贵妇王妃，就算你当上了皇后，也没命享。莫说贵妇王妃，就算你当上了皇后，也没命享。夫人，慎言呐！啊！你丫头，你娘一直都是这么心直口快的，她也是因为关心你才这样啊。你应该知道，宫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地方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谨言慎行才行。你呢，也确实应该改改你的脾气，万事不要争来抢去的。爹娘不在身边，平安为上。我累了，先回房了。啊，那你先回去休息啊。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你们先出去吧。那姑娘有事就叫我们，我们就在外面。等等，你就是那日在白果寺外的姑娘。当初偶然得知江雪慧与沈界的初遇，冒认顶替，抢了江雪慧的一切，最后却也落得那样的下场。或许母亲说的没错。是我的性格和那颗不讲理的妄心，导致了最终的结局。可这一次，我想有所改变，却为何所有人都推着我走？为何再怎么努力，也总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将一切都拨回原位？那燕灵和张遮呢？他们还会是那样的结局吗？不该是那样。江雪宁，你绝不能认输，一定有办法能闯出一条新的路，一定可以。薛家都将手伸进侯府里了，我却现在才知道，这就是你们办的好差事。靳先生责罚，靳先生责罚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！不能全怪他们，那新武卫中那么多人，这姓周的出身又不显，以前就是个养马的，咱们从前也不至于盯着就这么个人。马夫？对呀，就是个马夫，就是那个江侍郎府上跟着江二姑娘一起从乡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二人不是当年一起进的京吗？这姓周的你不认识？出身寒微而善攀附者，往往手段不弱。明天我要去侯府，亲自会会他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让刀琴去查一查金陵那边的动静吗？你猜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是宫仪城，那个老不死，自从你走后，没少在王爷那说你坏话。哎，这次不知道怎么着，竟然得了王爷的令，要上京来，派人刺杀你的，就是他。哼，这就是在敲打你，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呢。我的身份什么时候轮到他来说？来吧，我倒想看看
他能不能活着回去？我家园中没有什么像样的花草，倒让宁宁无聊了。不如织几株夹竹桃，看着艳丽，实则剧毒，倒是应景的很。宁宁，周兄他怎么说武艺也是不错的，是难得能跟我过上几招的。他能同你过招，不过是因为旁人不敢对你动手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七宝，你说我让他拿个酒，这么半天没拿回来。是啊，我去看一眼，你们先坐，先坐啊。若我没记错，上回我已经提醒过周大人，不要招惹燕灵。你是铁了心要趟这滩浑水了？姑娘，您肯定听说过一句话吧？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有些事就算不是周延之来做，也一定会有王延之、赵延之、李延之。姑娘，我是知道您今日要来，所以昨夜才留在侯府的。我就是想跟您见一面，请您点拨一二。这必死之局，我该如何化解呀？是薛家想要伪造燕家与平南王勾结的证据，对吗？圣上忌惮平南王颇深，薛家想要扳倒燕家，必得是个抄家灭族的大罪。燕家世代忠良，他们难以如愿，所以我才猜测他们想要伪造证据。姑娘从会令周某俘虏，我真的已经听您的话，我不再去偷，不再去找侯爷的印信跟笔记了。可是国公他真的是苦苦相逼，我本来想着随便找点笔墨糊弄过去便罢了，可是谁成想，我竟发现了件大事。何事？确定你没有看错？哎呦，我在兴武卫当差，那平南王的徽记我见过太多次了，怎么可能看错？姑娘，这件事真的是非同小可，我理应上报的。可是这件事如果让国公知道的话，那燕家必遭难。我呢，也注定成为那被碰的犬牙。所以姑娘，接下来周延之该如何行事，还请您明示。我还担不起周大人的礼。诚如你所见，我想帮燕家，但我同你一样都是小人。小人以力而合本也没什么。眼下我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我想取你性命却是易如反掌，你信吗？是。姑娘要是把这件事告诉侯府的话，我够死上千百回了。是这个道理。薛家许给你的，你未必有命去想。况且你所见到的不过是徽记残片，并不知晓信上到底写了什么。我相信，燕家绝无谋逆反叛之心，一定另有内情。总之，那封被烧掉的信，万万不可让旁人知晓。是，主要是薛国公那边这，他们想要伪造，就必得要燕侯爷的笔记和印信。笔记本也易得，寻常奏章上都是。你且先拿一些字帖搪塞过去，拖一些时日再说。
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有句话说的不错，就算不是你周盈之，也会有旁人。你且将你所查到的一切都告诉燕灵，她也是时候该长大了。哎，世子，哎，世子，有客到，有客到。先生，不知先生忽然来访，学生失礼了。无妨，在你府中不必拘礼。眼下已是深秋，这树为何还不开花？哦，此树乃是我姑母未出嫁之时亲手所植。20年前，姑母去世，此树便叶片凋零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开过花，好似枯死一般。先生可是有事要寻家父，家父去了军营，恐会晚归，不如改日啊。你这身上怎么一股炭火味儿？可是在园中烤肉？啊，失礼了。看来谢某来得巧。说来谢某多年未食野味，不知可否打搅同餐？啊？这谢微抽哪门子风？平白来燕府做什么？如今被他瞧见我与周盈之一道，不知又要扯出什么麻烦来。祖宗啊，还吃呢，赶紧把他弄走啊！又不是多相熟的关系，干嘛要坐一桌子吃饭呢？那个世子，我看这肉也不多了，要不我去后厨再给你们拿点，很快。毛毛躁躁的干什么？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宁宁，竟然害怕谢先生，也不知道以后上起课来会怎么。吃你的肉吧。宁儿，你平时就是这么对燕世子的？你没事。谢先生别误会，我同燕灵最为交好，他就喜欢吃烫的，是吧？啊！来，喝点酒，别烫坏了舌头。宁儿，喝酒伤身体，不知道吗？既然是交好，就应该互相有益，这都不知道。是，先生说的对，我喝，伤我的身总行了吧？哎，宁宁，今日也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竟喝成这样了。宁宁，要不你在我府上住一晚吧？我要回家。世子放心，谢某正好有一事要去江府请教江大人。宁儿姑娘，谢某可以送回去。如此，便多谢先生了。走吧。装够了没？装够了就起来。先生好眼力，学生自愧不如。你跟周盈之相熟？先生误会了，我们不熟。想清楚再说。先生忘了吗？当年上京之时，他也是同我们一道的。半路遇到劫杀时，大家都跑散了。后来你我好不容易走出那荒山，是周盈之带着江府的人将我们找到的。所以，总是有那么一点情谊在的嘛。就一点点。他眼下要做的事情与我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知道他要做什么？帮薛家对付燕家。我今日已经劝住他了，他不会再对燕家下手了。我姑且相信你对燕灵无加害之心，但朝堂之争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你跟周盈之或者他背后之人是什么关系，我都希望你不要再管。
否则，不用等我要你的性命，你都难以自保。那学生也要斗胆问先生一句：您与燕灵究竟是何关系？你这是何意？您出身金陵谢氏，与燕家毫无关联。这些年在京中，您与燕家看似表面无交，可您又屡次对燕灵照拂。而今周银之出现，先生更是亲自探查，选您斗胆猜测，您想掩藏的秘密与燕家有关。这与你何干？因为燕灵也是我的朋友，就如先生的心一样，我也不想他的身边出现任何危险。剑叔，先生，跟上去。是。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今日之事，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周兄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世子，我有话同您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周银之贪慕权势，乃是逐利之小人。我接近世子，实则是奉了邢武卫的命令，前来调查侯府与平南王勾结的证据。我负了您的信任，还请您重重责罚。周银之，你早不说晚不说，为什么偏偏现在说？是江姑娘，我与江姑娘有旧，今日相见，竟被姑娘看破了身份。她担心世子的安危，所以让我一定要全盘跟您托出。宁宁，竟然是宁宁！银之备受世子厚待，心中真的是感谢万分。所以，如果永佑侯府跟平南王确无任何瓜葛的话，我绝不会凭空捏造伪证的。只是近日来，我密查侯府，竟发现侯爷跟平南王一党的余孽，确有书信往来。不知世子是否知晓啊？你说什么？来的正好，来尝尝这酒，刚从北边运来的。跟雪宁那丫头闹矛盾了？父亲，您可知，新武卫正在暗查平南王逆党余孽一案。外面有人说，此案跟燕家有关。该来的总会来。过了20年，我忘不了。做了亏心事的他们，也忘不了。你可还记得你表兄薛定飞？自幼便听父亲提起过，说是20年前，平南王谋反，表兄为了保护圣上，惨死于平南王的刀下。父亲，难道表兄的死另有原因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我收到平南王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，定飞并没有死，就在他手中。这怎么可能？平南王是逆党，他们狼子野心。他们这么说，分明是为了影响父亲，分明是为了离间燕家和薛家，动摇圣心呐！父亲，圣心若在，又岂是旁人可以动摇的？所谓流言，不过外道。可是，20年前做了亏心事的，
不是燕家，是薛家。平南王的信我已经烧掉了，可是我追问那孩子下落的回信，却落在了他们的手中。如今京中的流言，也不是无风起浪。父亲怎么会留下如此把柄？这是你表兄，我如何能不去追问？想当年，你姑母临去之前，拉着我的手，憋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有那双眼睛看着我，一直掉眼泪，便是咽下最后那口气时，眼睛也没有闭上。好一个大前朝，竟要一个7岁的孩童站出来，面对最残忍的刀剑，这公平吗？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。先生，都查清了，人就在里边，要再去叫些人手吗？不用。你来了，我是该叫你谢大人呢，还是杜君山人？公义先生，好久不见，王爷可还安好？还记得王爷呀？我以为你在京城这富贵乡温柔冢里，早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忘了4年前你执意要进京之时，王爷是如何嘱咐你的。先生言重了，谢某这些年在京城所行，都是奉王爷之命，未敢忘本，又岂敢当您此言呢？朝廷的大事，就掌握在燕薛两家手中。王爷欲成大事，必得引他们鹬蚌相争。我们在京中埋下暗桩，为的就是借他们查逆党的名义，治燕家叛国之罪。燕家一倒，军中群龙无首，便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一切你会不明吗？谢某自然明白。谢某在京城筹谋多年，结交重臣，为的就是此事。一派胡言！若真是如此，为何你要阻挠兴武卫查案，反而怂恿皇帝将此案交给刑部？你分明就是不周。若非先生屡屡在京中动作，惹得朝廷怀疑，谢某又何须如此呢？不过，谢某今日前来，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公义先生：这层霄楼的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某说过，必会推翻沈郎之治。但如果公义先生执意要插手的话，谢某也无权阻止。不过，谢某不得不说一句：假借王爷之名，行残害同袍之事，谢某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
先生，这京城可是谢某的地盘，先生行事切记小心。谢威啊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王爷给的，想要两头讨好，你只会万劫不复。姑娘，侯府的清风来了，说是燕世子不太好。他们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你是喝了多少？抱歉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这么烫？我去找大夫。娘娘，别走。昨日情丝，今日血如梦一场。明月相随3千里，相思全不能忘。对不起。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要说对不起，也该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待我这样好，我却未能同等报之。不，是我太蠢了。我曾以为这世上没什么艰难困苦值得被我放在眼里，我也曾以为喜欢你就要让全天下都知道。可忘了，世事变幻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本不必入宫伴读，却被我送了进去。现在人人皆知，你我青梅竹马，关系匪浅。倘若燕家遭难，你这样的娇气，又如何自处？如何面对那些流言蜚语？你不问我是何时知道燕家有难，也不问我是如何说动周英之的。你不疑心我欺你瞒你，担心我把一切说出去害了你，就只想着跟我说对不起，想着我以后好不好。我信你，从始至终一直如此。你真的傻，你是这天底下最傻的傻瓜。因为你是娘娘，你是这世上除了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人。可也是我让你知道了这一切。你本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侯爷。没人可以无忧无虑一辈子的，我早该长大了，可却太晚了。不晚，还有我呢，燕玲，我们一起度过这次难关。你还做那个恣意鲜活的小侯爷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以后都不哭了，好吗？嗯。
大人，您一夜未眠，怎么又站在这里吹风啊？小心染了风寒。杨娘，你看这些落叶，看似倚仗着大树，但经风雨轻轻一吹打，转瞬便零落成泥。有谁会在乎一片树叶的死活呢？大人可是遇到烦心事了？没有，只是在想一场赌局。那大人想好压哪一边了吗？这世上没有谁可以是永远的倚仗。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日，学会的是两边下注，无妨伏低作小，也无妨被别人当作工具。只要能赢到最后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大事不妙，曹河出事，我们四川翻了。瞧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成何体统啊？好端端的，船怎么会翻呢？明面上是因为曹河连日阴雨，手下人又贪心多装了货物，才不小心出了事。可实际上，却是被人在船底凿了洞，是有人故意想要船翻啊！我们的船位置和航道一向很隐秘，外人很难察觉，只怕是知情人所为。去查清楚，看是哪个混账东西干的事情，揪出来，清理干净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这漕运呐，本是朝廷的生意，这些年，国公府以漕运之财结交了不少的朝中官员，而且在新武卫中也养了不少的私兵。若是这件事被人发现与我们薛家有关，必定会触怒圣上。现在正是我们薛家对付燕家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压下来。父亲您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。等等，告诉周英之，必须要抓紧时间，对付燕家必须要速战速决。是。我说谢娟，你怎么就还能有闲心喂鱼呢？那宫一城都已经杀上门来了，这代表什么呀？代表金陵那边已经开始对你不满了。如果他们真的狗急跳墙，把你逆贼的身份往出一报，你的命，我的命可就全完了。怕有什么用？是，怕是没用，但你也用不着刺激宫一城那个老头子吧？干嘛？怕他不对你出手是吧？你我在京中4年。城中所有细作跟暗桩都依仗我，这宫一城就算是有心行事，他也无人可用。再说了，平南王留着我的命还有用，他不会杀我的。那他来这一遭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燕家。他急于让朝廷大乱，但又忌惮燕家军的实力，所以想借定国公之手除掉燕家。那你还这么平静啊？往日不是一说到燕家，你就急得直烧屁股一样吗？要是能让这定国公府自顾不暇，纵使这宫一城反了天，他也奈何不了燕家。先生，猜的没错，薛家想要藏着的事儿，果然是关于漕运的。前些日子，薛家联合京中的大丝绸商，故意压低生丝价格，等丝价大跌，又暗中买入，再运去江南制造，最后再运回京中以高价售卖丝绸。没成想，这趟就翻船了。往日薛家的生意，都是隐匿了性命交易的，所以我们查了这么久，都未能掌握他们的罪证。但这一次，他们联合丝绸商压价，且漕河翻船之事动静不小，牵扯的人多了，罪证自然也就多了。你们2个分头去搜查漕运和丝绸商之事。至于你的话，至于我，当然是趁着现在消息还没有传开，低价收购生丝，待消息传开，丝价大涨，我们狠狠赚他一笔。
姑娘，这是连着多久没睡了呀？啊，方英不懂生意之事，多亏您人好心善，不嫌麻烦，愿意教我算账和理账，我自该更用心学才是。这是给姑娘准备的新账本，我已在上面做好了标记，你看起来容易一些，也更明白些。不过这熬夜看账本毕竟伤身，还是要适当一些。都说账本私密，您却全拿给我看，真的不怕我泄露出去吗？徐某做生意无愧天地良心，每一笔啊该如何就如何，不怕给人看。况且啊，徐某看人看的是心，姑娘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心里有数啊。多谢徐老板。不过姑娘，如今这私价仍旧未涨，你就不怕这钱亏了吗？若是亏了，我再攒够，日后还给东家。姑娘对你的东家倒真是死心塌地啊。按理说这钱是东家的，事儿也是东家让做的，这亏了赚了那都是东家的，如何这亏了还要说还给他呢？徐老板有所不知，他可是我的大恩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何他那么帮我，也不知道为何他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悲伤，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既然他让我做生意，那也许把生意做好了，往后给他挣很多很多银子，他就会高兴吧。徐老板，我今日是瞒着家里人出来的，不便久留，我先回去了。改日我再来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至于我那批丝，涨价之前不管谁来问都不卖。多谢。可是许文义，许老板，你是？在下姓吕，单名一个显字。哎呀，别挡路！哎呀，痛！哎呀，好痛！疼！哎呀，怎么？看样子事情没办成。办成一半，我今天真是见了鬼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曹和尚私传翻了这件事儿，到底什么时候出的？最早又是什么时候传到京城的？到底都有谁知道啊？昨日出的事儿，消息刚到京城还没2个时辰，知道的人除了那送信的，也就是先生、你、我、刀琴，最多还有薛家那边的人。哎呀，不可能！有人前日便找许文义买了生丝，而且还预料这批生丝肯定会涨。我是几番旁敲侧击啊，这个许文义也没有说太多，但是我从会馆打听到，与他交易的是一个姑娘。你知道这姑娘是谁？清远伯府上一个谁都没有听说过的庶女，叫尤芳银。这个姑娘啊，背后还有一个东家，就是可惜我没有查到这个东家是谁。金叔，你让刀琴顺道去查一查这个伯府庶女以及她背后的人。是。你刚刚说办成了一半，怎么讲？这个许文义啊，只卖了400两的丝，还留了一批。他呢也是聪明，看我来头不小，也想结个善缘，就以去年的市价把剩下的生丝都卖给了我。也好，今年私家动荡，蚕农也是苦不堪言。你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谋财，少赚一些也无妨。你大方。我记得燕家出事是在燕陵的惯例之上，眼下我提前破了周盈之这一步棋，又让燕家提早提防，想来是会有转机了。可薛家针对燕家绝非一日之寒，还是要多做些能帮到燕家的打算才行。江姐姐，进来。
家里来了位余杭的厨子，做糕点最是擅长。宝英听说姐姐是在江南长大的，特来找你一起吃。宝英在吃上面可是行家，这不，我也来借借势。果然名不虚传，比起京中那些老字号也毫不逊色呢。江姐姐不喜欢吗？好吃该是好吃的，只不过我本身不太喜欢甜腻的味道罢了，还望莫怪。我就说嘛，宝英家的点心可是连太后娘娘都喜欢吃的。这样，你不喜欢也好，这些都给我吧。我就这么一小盒，你也留一点给我嘛。江雪宁，我有话问你。